这是一部侦探迷必看的神级推理日剧，它被称为岛国探案剧的巅峰，只有顶流明星或者是泰斗级的人物才能出演。看完它的整个系列，你就相当于快速翻阅了一遍岛国90年代的娱乐圈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影片开始。古田任三郎之生涯最初事件给大家奉上。此片讲述了古田在中学时期破获了一起大案，最后坚定了自己做侦探的决心。故事发生在岛国的一个偏远小山村。古田因为母亲的缘故从东京转学到这里，在学校他认识了向岛英吉，就是那个经常出现在古田身边的向岛巡警。平时向岛就属于被同学们欺负的对象，而古田呢则比较内向。就这样，两人都因为不受待见成为了好朋友。古田不喜欢学习，经常在课堂上看福尔摩斯的小说。他唯一感兴趣的课就是自然科学，科学老师名叫野山，经常做各种有趣的实验。这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后院的花不知发生了什么，被人全部给破坏了。得知此事，教导主任非常生气。向导是学校的生活园艺委员，如果找不到破坏花草的真凶，那么他就要对此负责。无奈之下，古田决定帮一下自己的好朋友。只见他站起身来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我已经知道破坏那些花草的真凶是谁了。”说完，他指着外面的乌鸦，声称凶手就是他。向导这个园艺委员是同学们通过选举投票当上去的，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园艺，于是在给那些花草施肥的时候，错把种子当成了肥料。然而这些种子呢，又刚好是乌鸦最喜欢吃的食物。仔细看，每棵花草的根部都有被鸟灼伤过的痕迹，因此凶手就是乌鸦。推理结束，众人心服口服，小侦探的名声也就此打响。后来同学们遇到各种问题都会找古田帮忙，连老师也会找他。通过脚印和墙上的痕迹，还有烟头上的咬痕，古田锁定了来这里偷偷抽烟的人就是同班的胖虎。就这样，古田破获了一起又一起案件。最终在向导的提议下，他们准备像福尔摩斯一样开一家侦探事务所，帮助人们解决各种复杂难题。随后两人找了一间废旧木屋，简单打扫一下，从河边搬来一张破烂沙发摆在里面，就成立了最初的古田任三郎侦探事务所。然而刚成立还没接到案件，这一切就被教导主任发现。教导主任以影响学业为由，让两人离开这里回归学校。幸好最后有野山老师的帮忙，答应不会影响学业，才得以保住这个刚成立的古田侦探事务所。随后没过多久，第一位顾客找上了门，男子名叫朴俊，因为刚刚装修完房子，所以他的手上和衣服上都沾满了黑色油漆。朴俊表示他的小狗不见了，昨晚下着暴雨，他在外面洗车时看到小狗跑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说完，几人来到小狗丢失的地方，经过调查，古田发现了几个疑点。昨晚下过大雨，可是现场却没有留下任何小狗的脚印，而且道路的下方是一条河，小狗根本不会往那边走，而上方呢是村庄，就算走丢了也会被人发现。小狗它到底去了哪里呢？还有朴俊为什么会选择在暴雨天洗车，而且还是大晚上的？正调查着，不远处有个人正偷偷地跟踪着他们。转眼间到了晚上，古田在侦探事务所看福尔摩斯的小说。向导回家时，在事务所的门口发现多出了一个小土堆，并且他还站上去环顾了一下四周。转眼间到达深夜，第二名顾客找到古田，此人正是那个在学校偷偷抽烟的胖虎。他想让古田和向导两人陪他去学校拿自己的乐器小号，理由是他不敢去。随后几人离开，一个陌生人引战了出来。偷偷跟踪他们的人到底是谁？这个人又有什么目的呢？如果你也是一个侦探推理迷，那么你绝对认识这个幽默风趣的男人古田任三郎。古田在中学时期就创立了自己的侦探事务所，帮助人们解决各种难题。胖虎是他的第二个委托人。几人边下自己边来到了学校，一番搜索过后，终于在教室里找到了那个装小号的乐器盒子。古田表示要打开检查一下，万一里面不是胖虎的小号，那岂不是白白忙活了一晚上？然而胖虎却紧紧地抱着乐器盒子不肯打开。随后画面一转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向导去侦探事务所时，在门口又看到了那个小土堆，站上去一看，似乎长高了一点点，可以看到对面寺庙的一半旗子了。接着第三个委托人找到古田，此人是寺庙的住持，而住持的孙女呢和古田是同班同学。住持声称上个周他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，那个人声称自己是电影导演，在找一个有很长耳毛的人当演员。他说住持就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那个电影导演通知住持明天去东京试镜，到时候全国各地耳毛最多的人都会聚集在那里。说完，古田瞬间想起，这不就是福尔摩斯探案集红发会里面的情节吗？红发会里凶手这么做是想支开店家，然后去挖地道偷金库。难道住持的寺庙里也藏着什么宝贝吗？凶手故意支开他是想要去偷什么东西？交谈结束，古田为了弄清这一切，决定带着向导去寺庙住上一晚。随后两人来到寺庙，遇到了同学香草。然而经过询问，香草却表示爷爷的耳毛是最近才长出来的，那个试镜就是一场骗局。说完，古田不为所动，期待着能破获一起像福尔摩斯红发会那样的大案。然而两人在寺庙守了一晚上，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住持是不是在偷偷隐瞒着什么呀？随后第四个委托人出现，古田的科学老师野山，他想让古田和向导帮他一起寻宝。
于是约两人晚上7点的时候在教室集合。转眼间到了约定时间，野山老师给他们讲了一个关于这个村子以前的故事。据说在江户时代，有一名大将被追杀，逃亡的途中，他把一大笔军费埋在了这个村子里。3年前，村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搜索队，寺庙住持野山老师和教导主任都是当时搜索队的成员，并且关于那笔军费埋藏的地点，大将用2句话给后人提供了线索。头盔映着满月，隐藏在光复苏之时，老翁的影子所行之处与神的目光交汇的前方。看到这句话，古田再次想起了福尔摩斯小说里面有一章和这个是一样的情节。随后古田开始试着解开谜题，头盔满月代表着端午，时间刚好就是今晚，隐藏在光复苏之时应该是指月亮刚从后山出来的时候，现在月亮才出来一半，那么时间就应该是30分钟后。老翁的影子应该是指一棵老树。野山老师表示，从前村子的确有一棵古树名叫老爷山，可是很早以前就被砍伐了。没办法，野山老师只好找来以前的照片，通过比例测量算出了老爷山的高度。接着古田又通过实验，终于找到了那笔军费埋藏的地点，就在学校后山的一个废旧小房子里。随后几人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说根本就没有宝藏，一切都是骗人的？3人刚走出小屋，那个偷偷跟踪他们的人又出现了。原来此人正是教导主任。然而他为什么要一直跟在古田的后面呢？难道他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？古田遇到了一桩桩奇怪的案件，殊不知这些案件都是针对他的，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阴谋。隔天，向导来古田的侦探事务所，发现门口的土堆又长高了不少，于是站上去一看，发现已经可以看完寺庙的所有旗子。随后画面一转，来到学校，香草声称他也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。昨天下午，爷爷让他去送样东西，结果在半路时他发现有一名蒙面男子正偷偷尾随着他，不知道要干嘛。说完，古田表示，这不是福尔摩斯孤身骑车人里面的情节吗？他决定偷偷跟着香草，看看这个蒙面人到底是谁。随后两人跟着香草来到寺庙，古田发现住持的耳毛不见了，这令他很是吃惊。接着住持让香草去送东西，古田和向导则偷偷地跟在香草后面。路过村口时，古田发现朴俊的妻子正拉着小狗回家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小狗不是已经走丢了吗？此时向导也将那个门口小土堆会长高的事情告诉了古田。随后两人跟着香草，半路那个蒙面人又出现了，看到后古田和向导立马追上去，将蒙面人按倒在地。争执中，他发现蒙面人的袖口有黑色油漆，瞬间知道了这个人是谁。最后蒙面人仓皇而逃。此时古田也终于发现，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太奇怪了，好像有人在故意用福尔摩斯的案件把他引开。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？他这么做又是想干什么呢？来到向导家里，古田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盒子，原来向导曾经也练过小号。古田好奇地拿着小号盒子准备查看，结果刚拿起就发现这个重量和那天晚上拿的根本就不一样，那晚胖虎拿的只是一个空盒子。然而他为什么要撒谎呢？古田回顾着这些奇怪的案件，正思索着，突然不小心踩碎地板掉进了坑里。此时野山也刚好进来，将古田救上来后，看到这个刚挖的坑，古田终于明白了所有的一切。从这个侦探事务所成立以来，古田每天晚上都被不同的人领着到处跑。其实那些来委托古田的人并不是真的有事，他们只是想引开古田，然后趁机挖事务所地下的某种东西。古田对着野山老师说道，村子里有宝藏的传说应该是真的，因为那些记录有理有据，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。委托古田的人一共有4个，住持朴俊、野山老师和胖虎。然而呢，有3人是以前寻宝队的成员，只有胖虎是个例外。对此古田推测，胖虎偷偷抽烟的事情应该是被某人知道了，于是他才会被人威胁，半夜去找古田将古田引开。而这个威胁他的人呢，正是野山，因为只有野山老师知道胖虎会在那里偷偷抽烟。接着古田继续说道，野山老师、住持和朴俊应该早就解开了关于那些宝藏的线索。3人将宝藏挖出来后，又将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，而这个地方呢，正是古田侦探事务所的下面。3人得知村子马上就要拆迁，于是准备将宝藏挖出来。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古田正打算将这个废弃小屋改造成自己的侦探事务所。为了能尽快挖出宝藏，之后的每一天，3人就按照福尔摩斯的小说轮流编造各种案件，将古田引开，剩下的人则在这里偷偷挖宝藏，挖出来的土被他们直接倒在了外面。这就是向导所说的那个小土堆会长高的原因。还记得野山老师第一次来侦探事务所的时候，刚进门他就询问古田这个沙发是从哪里来的。从那时起，古田就产生了疑问，为什么野山老师知道这里原本没有沙发呢？现在他终于明白了，原来野山老师曾经就来过这里。眼看事情败露，住持和朴俊也从屋外走了进来，3人打算将古田和向导除掉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屋外一道强光射进，教导主任带着警察包围了这里。最后警方在坑里找到了被转移的宝藏，3人被绳之以法。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其实最开始解开宝藏线索的人是教导主任，后来他发现宝藏被盗，于是便偷偷监视着几人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教导主任对着古田说道，根据线索去推理查案固然重要，但是也要善于怀疑，人是会说谎的。
要读出谎话背后的真实目的，才能查清案件的真相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推理的点个赞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